苦等1周的梦魇绝阵终于迎来了高潮。刚被拐进小镇的新木，仅仅2爪就变成了怪物的下酒菜。一场巨大的危机降临，而黑哥也将面对艰难的抉择。You can't save them all. 故事紧接上集，马路中央的大树拦住了救护车，无论司机如何呼叫总部，却根本得不到任何回应。女警说出了心中的疑惑，按道理这个时间段应该有其他车辆，可现在的路上却空无一人。塔比莎惊恐地走下了汽车，看着眼前熟悉的大树，她不敢想象这竟然是真的。就在她震惊的目光中，无数的乌鸦出现在空中，开始对着几人哇哇大叫，这让塔比莎确定众人已经进入了梦魇绝阵的范围。女警要几人上车准备绕道，塔比莎告诉她，这样根本没用。小镇之内，正在思念母亲的伊森被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唤回了现实。他好奇地上前接听，那边的人直接叫出了伊森的名字，并表示自己是托马斯。托马斯告诉伊森，妈妈在救护车上遇到了麻烦，他必须去帮助妈妈，还提醒伊森不要害怕。然而伊森根本不认识托马斯，因为他在伊森出生前就夭折了。伊森并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哥哥。此时吉姆突然出现，他询问儿子在和谁通话，得知又是托马斯后，吉姆要他离自己的孩子远一点。听到这话，吉姆愤怒地拆下了墙上的电话。可令几人恐惧的是，电话后面根本没有连接。Dad? 吉姆从儿子口中得知妻子没有死，此时正在返回的路上，并且即将面临危险而需要帮助。然而需要帮助的可不止塔比莎一人。由于上集里突然闯入的乌鸦，让整个群居屋的人陷入了恐慌。小黑正要喝水压压惊，他突然再次看到了那个奇怪的女人，可这次并不是梦中，而是在自己清醒的状态之下。女人似乎想要告诉他什么，小黑好奇地跟了上去。紧接着 Help me, please. Sorry. 小黑回过神后，女人已经消失不见。他究竟需要什么帮助？此时的救护车上，司机已经陷入了绝望。不仅无线电没有信号，他还发现众人正绕着树林转圈。同事建议掉头试试，塔比莎立即慌张地出言阻止。虽然不想让人觉得自己是个疯子，但他还是告诉了几人，这里一旦黑暗降临就会有危险，但前方有个小镇，那里的人们会帮助他们。塔比莎恳求司机只要继续前进就好。此时黑哥正在大巴之上，等待着怪物的出现。他准备抓住一只进行审问，以此来了解怪物的信息。可本该这个时段出现的怪物却迟迟没有现身。身后的兰德尔突然开口，寥寥的几句话差点惹得黑哥动手揍他。好在兰德尔只是想要帮忙，他表示不管黑哥要做什么疯狂的事情，只要能让自己有一丝离开的希望，他就会全力的支持。随后兰德尔说道，今晚的小镇有些不同寻常，平时那些怪物早该四处游荡了，可到现在却连一个鬼影子都没有。因为之前的每个夜晚他都在惊恐中度过。令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穿护士服的女人会第一个敲响大巴的门，然后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站在门前微笑着开始哼歌。另一个则是喜欢坐在秋千上，让双腿悬空着享受夜幕的降临。兰德尔认为这些怪物是有固定的模式和习惯的，但不知为何今天却打破了常规。就在黑哥若有所思之际，两人猛地察觉到了警灯的亮光，只见一辆救护车驶入了小镇。黑哥愤怒地问候了上帝。与此同时，伊森也看到了救护车的到来，吉姆瞬间惊坐而起。黑哥冲下大巴企图拦下救护车，可他却疾驰而去。担心母亲的伊森也跑了出来，好在被黑哥及时的拦住。回到屋内得知了电话的事情，不管是不是真的，他们也要救下里面的人。塔比莎请求司机停车，就在这时，他看到路中间躺了一个女人。 What's wrong? You got a body in the road. Not a fucking person! Hey! 塔比莎惊恐地警告3人，可女警却认为他是恐慌发作，还将其铐在了栏杆之上。塔比莎焦急地想要解释，并劝医护人员不要下车，可他们根本不听。作为医生，见到伤患哪有不救治？两人迅速地来到了女人的身边，殊不知正是他们善良的举动，将葬送自己的性命。没有声息的女人突然露出了诡异的微笑，下一秒2名医护人员的生命在缓缓的消失，怪物则是嘶吼着呼叫同伴开餐。女警虽然被吓得不轻，但还是掏出了武器，大声的命令怪物不要靠近。然而怪物怎么可能听话？他不得不开枪射击。屋内的众人听到了枪声，知道事情已经严重了。吉姆担心妻子的安危，他毫不犹豫地冲了出去。黑哥见状，安抚好伊森后，便和兰德尔也跑向了屋外，发现又有一只怪物走来。女警惊恐地再次开枪射击，察觉武器不起作用后，她害怕地跑向了远处。塔比莎慌张地唤醒了亨利，还没来得及解释，他就听到怪物的嘶吼。车门猛地被打开，好在是赶来的吉姆看到妻子活着，这让吉姆喜出望外。然而现在可不是叙旧的时候，因为塔比莎还被铐在车上。冲来的黑哥看着车里的情况，被眼前的一幕震惊的目瞪口呆，但来不及思考，想要救出塔比莎，他们就必须拿到工具包。不等黑哥阻拦，兰德尔就冲向了大巴。可等他拿到工具包后，再次看到了明明哇！救人要紧，兰德尔拿着工具包跑向了救护车，不料却被4只怪物拦下。他本想利用护身符驱逐，
可不挂屋内根本没用。无奈之下，兰德尔只好将工具包扔给了黑哥。正欲返回大巴之际，无数的命令袜却将其包围。吉姆焦急地卸着栏杆，黑哥则是准备开车逃走。然而无论如何都找不到钥匙。 You looking for these? Motherfucker! 怪物表示黑哥可以拿走钥匙，但他们必须留下兰德尔。 You can't save them all. 此时的他已经被命令袜和怪物们包围。就在黑哥内心无比挣扎之时，兰德尔发现命令袜已经消失，可怪物们却都在在微笑地看着自己。他已经在劫难逃。黑哥犹豫片刻过后，终于决定以少换多，以牺牲一人的代价来换取整车人的性命。黑哥怒骂地坐上了救护车。 Fuck you! 当听到车子启动的声音，兰德尔连忙恐惧地大喊救命，可回应他的却是怪物们的嘶吼声。逃走的女警在怪物的追逐下，惊慌地来到了群居屋的门前，看着越来越多的怪物，他不计后果地开枪乱射，刚好击中了一个看热闹的人。众人将他抬到了沙发上。玛丽一番检查之后，发现女人受伤严重，必须尽快取出子弹。此时女警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她惊慌地敲着房门，好在有人将其放了进来。看着痛苦呻吟的女人，女警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正要上前道歉，却被金姐愤怒地拦下。此刻的女警早已思想混乱，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见此情况，金姐只能压下怒气来安抚她。幸运的是，在所有人的努力下，玛丽顺利地取出了女人身体里的子弹。本以为就此没事，殊不知这竟是诡异事情的开始。黑哥驾驶救护车来到了门外，塔比莎也成功地脱困。在4人的相互扶持下，他们进入了保命的群居屋。看到小镇在添新人，就在所有人都震惊之时，中弹的女人吐出了鲜血，不久后便没了呼吸。黑哥开始愤怒地质问女警，眼看事情愈演愈烈，金姐及时出现拦下了黑哥，她要黑哥跟自己上楼一趟。就在2人走进房间后，金姐再也遭不住了，她恐惧地哭了出来。女人只能在天亮后安葬，于是人们便把她抬进了房间。法蒂玛独自一人留下与其告别。可当他看到伤口周围的鲜血时，心中竟然产生了一种冲动，似乎鲜血是极其美味的存在。法蒂玛尝了一口过后，便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味道。随后他开始了疯狂的进食。金姐终于平静了下来。突然救护车灯开始闪烁，2人拉开窗帘一看，兰德尔被扔在车前，并且他还活着。苦等1周的梦魇绝症终于迎来了最新一集。故事紧接上集，黑哥2人合力抬回了重伤的兰德尔，在众人的帮忙下，将其放到了沙发之上。玛丽焦急地赶来，看着兰德尔的伤口，就连经验丰富的他都被吓了一跳。然而没等进行治疗，兰德尔就将玛丽用力地推开。黑哥见状，急忙地上前阻止。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中，兰德尔怒吼：“黑哥深知自己有错，可那也是为了更多的人，骂名只能自己来背。第2天清晨，肯尼2人带回了受伤的克里斯蒂。玛丽惊慌失措地冲上来查看，确认克里斯蒂并无大碍后，这才放心地将其扶进了屋内。当得知塔比莎回来了，杰德瞬间放下背包，急匆匆地冲向了吉姆的家。进屋的第一句话就是想和塔比莎谈谈。吉姆慌张地阻止，塔比莎表示自己没事，让杰德说话就行。杰德随即语无伦次地解释，他想要塔比莎带自己去树洞那里。吉姆听后直接反对，他可不想再一次失去妻子。好在杰德表示他只是想去看看，或许树上的瓶子里装着有用的信息。此时吉姆告诉杰德，自己为了找寻塔比莎曾去过那里，并且拿下过一些瓶子，里面装着纸条，而上面只是写着数字。杰德认为这一定很重要。吉姆觉得这只是小镇为了扰乱人们大脑耍的把戏，可杰德坚持要去，无奈塔比莎只好答应，但他要先去参加小镇会议。群居屋内，亨利正在紧张地挑选衣服，为见儿子做着准备。金姐告诉他，自己已经派人去找维克多了，要亨利不用担心。可没等寻找的人回来，维克多竟然和莎妹一起来到了这里。下楼的金姐刚好看见了他，于是便拦住了准备上去的维克多。金姐将维克多拉到一边，悄悄地告诉他，他的父亲来了。然而并没有想象中的兴高采烈。维克多听到这个消息后，像是受到惊吓的兔子般，慌张地逃出了群居屋。亨利得知儿子跑开，异常的失落，金姐只好带着他来到维克多住过的房间，看着里面的物品，不禁让亨利潸然泪下。他强忍着泪水，表示自己能够理解儿子的做法。几十年的等待，他早就放弃了希望，在心中告诉自己他已经死了。而维克多却是孤独一人的在小镇上苦苦求生，自己又有什么资格见儿子呢？金姐本想上前安慰，巴蒂突然来到，告诉他小镇会议就要开始了。此时黑哥正与肯尼商议着过冬的事情，他们必须在下一场雪之前带回更多的食物。Yeah, we'll figure it out. 肯尼告诉黑哥，湖边那里有东西，并且是和怪物不一样的东西。自己2次前往都听到了他们在外面伺机而动。黑哥表示这是暂且放一放，现在他们有更大的事情需要担心。兰德尔痛苦的呻吟声突然传来，肯尼疑惑地询问，怪物为什么没有直接杀死他？ They want us to look at him. When the sun's up, they want us to remember what's coming at night. Part of the thing that keeps people sane here is we get to pretend during the daytime. Pretend that we're safe. Randall walking around.
We don't get to pretend anymore. 黑哥两人想要帮忙，却被玛丽直接拦下。他解释，如果黑哥在这，恐怕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还是赶快去参加小镇会议的好。然而黑哥不知道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即将来袭。人们好奇地询问亨利是怎么来的，可还没等他解释，吉姆就带着塔比莎来到了这里。他向众人详细地描述了自己是如何穿过树洞，然后跌下灯塔回到的城市。此时法蒂玛询问塔比莎，他在外面是否联系过警方来帮助他们。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众人开始群情激愤，纷纷质问塔比莎为什么不报警。他只好解释没人会相信自己，尽管有亨利在帮忙说话，可所有人完全不买账。女警表示，当第一次听到塔比莎说的话时，自己也认为她疯了。 What's she even doing here? She killed someone last night. 听到这话，所有人纷纷附和，全都建议将女警关进铁笼喂给怪物。好在黑哥力排众议地压下了此事。然而矛头一转，众人再次针对起了塔比莎。法蒂玛责怪塔比莎没有珍惜这次求救的机会，害得大家被困在这里。 I'm sure everyone could have done a better job than what I did, and I'm so sorry you didn't have that opportunity. I'm sorry I don't have your answers. 塔比莎情绪激动地离开，黑哥则是想要安慰所有人，可一时激起千层浪。塔比莎逃出小镇的这件事，让所有人对树洞心生了向往，更有甚者开始询问她在哪里。还有人建议他们可以排队去试试，万一能回家就好了。黑哥见状要众人冷静，并表示穿越树洞有很大的风险。法蒂玛突然公然反对黑哥，他说只要有一丝离开的希望，自己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尝试。而爱丽丝也开始支持妻子的想法，这让黑哥陷入了两难。他只好尽力地解释树洞的危险性，上次自己穿越就差点死在一个地下的烟囱内。肯尼也赞同黑哥的说法，因为离开小镇的关键是灯塔而不是树洞。然而有些想法一旦滋生就会渐渐的扩散，眼看无法阻拦，小镇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爱丽丝追上黑哥，质问父亲为什么不让人们去尝试。黑哥解释他们要做的就是让人们冷静下来，否则危险一定会降临。 We need is to start taking chances. Oh, you want to take some chances? Okay. Who you want to take a chance on? Whose life are you willing to take a chance in gambling? You know that's not no, what I'm no, saying. tell me. Because I want to know. Who we going to march out there next, huh? Huh?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right? So tell me, who's next? Who's your pick? Who's your pick? 这一番话反驳的爱丽丝哑口无言，她只能无奈地看着黑哥离去。随后爱丽丝找到妻子，想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着急的想要离开。法蒂玛根本无法解释，只好拖出了藏起来的垃圾，接着激动地说道，自己一直在吃这些，他怀疑宝宝有严重的问题，所以才想尽快离开这里。黑哥正在思考如何安抚所有人之际，女警出现在了身后。她先是感谢了黑哥为自己说话，又对误杀了一个人而道了歉，随后表示自己有办法转移人们的注意力，那就是提出一个项目让他们去完成，这样就能让众人没时间多想，以此来转移他们对树洞的关注。然而这番话却让黑哥大发雷霆。 You've been here less than a day, and already you got the solution. You think I stuck up for you in there? You think we're buddies now? The one thing I agreed to is that you didn't belong in that goddamn room. You killed someone, and you left two people to die in that ambulance. I know! One of whom you handcuffed to a fucking wall. I am sorry. Great. Go be sorry then. Try not to kill anybody. You let me worry about how to take care of my goddamn town. Thank you. 出门的伊森看到了亨利，便询问他在看什么。亨利疑惑地表示，这里明明有一个汽车旅馆的标志，可汽车旅馆在哪？伊森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他知道亨利心情不好，于是就邀请其一起去喂羊。就在两人前往的途中，他们遇到了返回的维克多。亨利一下子愣在了原地，维克多也不知所措，父子两人四目相对，一时竟无语凝噎。他们缓缓地朝对方走去，来到跟前之后，亨利激动地抱住了儿子。维克多哭着解释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老父亲则是尽力地安慰着他。几十年的盼望最终化成了一场无言的相拥。塔比莎回到家后，就准备带着杰德前往树洞，她认为是自己欠大家的，可吉姆却担心她一去不复返。塔比莎明白丈夫的担忧，于是便告诉他自己只是带杰德去而已，并不会进去。两人很快来到了树洞前，杰德疯狂地够着上面的瓶子，他想弄明白这些数字代表着什么。然而无论两人如何思索，根本看不出这些数字有什么联系。杰德掏出了自己的笔记，给塔比莎看了那个符号，原来这是洞顶的景象，而斜杠是大树的树根。那些孩子们被放在石板上，口中不停地重复着一个词语。杰德感觉这一切都是相关的，并且在脑海中开始汇聚了，可自己就是想不出关键点在哪。就在两人百思不得其解之际，名叫戴尔的男人找到了这里，不顾两人的阻拦，直接走进了树洞之中，在两人震惊的目光下消失不见。小镇之上传来了尖叫，所有人闻声赶去。等到黑哥来到时，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的目瞪口呆。他跳下泳池，不可置信的上前，只见刚刚穿过树洞的戴尔正嵌在墙里痛苦的呼救。You help him?
黑哥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在看了一眼周围的人群后，他下了一个决定，随即便掏出了腰间的手枪，想要用它来为戴尔解脱。可还没等出手，戴尔就口吐鲜血窒息而亡。惊悚的一幕印在了所有人的脑子里。黑哥试图保持冷静，可他终究还是没有忍住。Who's next? Huh? Still want to go to the tree? Go ahead then. Who the fuck is next? Huh? You think I want to do this? You think I want to be the one who... I am trying to keep you alive. Don't you see that? I can't help you if you don't let me. I can't... 金姐的来到打断了黑哥，他不知道该如何继续。看着墙上的戴尔，不知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样的危机降临。梦魇绝阵第3季第6集震撼来袭。I'm Kelly. Oh my god. Why are you here? I'm Kelly. No. I'm Kelly. Oh my I'm god. Kelly. I try to help you. I'm I Kelly. try to help you. Leave us alone. I'm Kelly. I'm 塔比莎惊恐地缩进了墙角，祈祷着有人来救她。自从戴尔穿越树洞失败后，整个小镇便笼罩在了愁云之下。塔比莎自责没有珍惜机会向外界求救。吉姆本打算安慰这不是他的错，可塔比莎却呵斥丈夫，不知道就别瞎说。两人因此大吵了起来，从梦魇绝阵谈到了家庭矛盾，事态愈演愈烈。发觉不对的吉姆本想忍让，可塔比莎根本不打算放过他，于是便将这些年受的委屈一股脑地说了出来。吉姆自知理亏，只能大吼着要妻子住嘴。怪物的嘶吼打断了两人的思绪，吉姆决定下楼去冷静一下。第二天他就跟随小队去湖边采集食物了。朱莉知道这和昨晚的吵架有关，但塔比莎不知该作何解释，只能看着女儿气愤地离开。心烦意乱的塔比莎找到了金姐，金姐正在装卸着石块，准备为戴尔建一座坟墓。尽管悲伤的气氛很浓郁，但在金姐发现塔比莎的情绪低落后，还是尽力地安慰着她。金姐告诉塔比莎，不要试图成为英雄，去和孩子们共度时光，因为你很幸运仍然还在这里。这一番话让塔比莎瞬间醒悟，让她似乎找到了方向。杰德正在向黑哥解释着自己的发现，他认为瓶子中的数字可能是某种代码，标注了树洞传送的方向。然而就在杰德兴奋地讲述之际，黑哥却无情地打断了他，随后说了一个令杰德崩溃的消息，因为在小镇的另一边还有一棵瓶子树，只是上面没有树洞，那里的纸条上写着1864年的字样。这让杰德突然想起了什么，从黑哥口中得知位置后，他便前往准备一探究竟。可杰德刚刚到达树下，被怪物吃掉的汤姆就突然的现身，他嘲笑杰德，一个酒鬼居然想在酒瓶里寻找答案，这让杰德无言以对。他只好询问汤姆该怎么办。汤姆表示大自然的设计鬼斧神工，而这些瓶子并不自然，他们只是被人放在这里而已。或许这可能意味着什么，但也只是认为这样的人这样认为，就像杰德这样为了寻找答案不顾一切的往里钻。杰德听后愤怒地反驳汤姆，如果这些都没有意义，那维克多的母亲就不会看到幻想。汤姆听后并没有生气，只是提醒杰德该如何去做。 Really want to beat this place? Maybe you should sober up. Give that guy a call. 不明所以的杰德正要发问，却发现汤姆已经消失，而其他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试图解开小镇上的谜题。此时维克多准备去怪物的洞穴找回一件物品，亨利不放心儿子，便决定与他一起进洞。可等两人进去后，却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原本应该在洞里休眠的怪物，此刻竟然连一只都不见。更诡异的是，本该放在这里的物品也跟着消失了。亨利劝说儿子返回，可维克多却要更加的深入。两人一边做标记，一边向洞内前进。不知过了多久，他们终于有了发现，在一处狭窄的洞穴内，藏在外面的东西都被挪到了这里。一只怪物正静静地躺在角落，维克多要父亲不要出声，随后装起了自己要找的木偶。正准备离开之时，亨利发现了妻子的围巾，他惊讶地发出了声音，刚好惊醒了沉睡的怪物。好在现在是白天，怪物并没有行动。然而下一秒， You know, Victor, if you keep coming down here, one of these days, we'll make you stay. 两人惊慌地逃出了洞穴。维克多带着父亲来到了自己的避难所，随后他告诉亨利，这个名叫贾斯伯的木偶会告诉自己有关小镇的信息，或许他能拯救所有人。现在两人要做的就是等待木偶开口说话。一旁的亨利满脸的懵逼。 Victor, that's a toy. 此刻的小镇上全是坏消息，兰德尔还在痛苦中挣扎，这让黑哥更加的自责。就在他要离开时，克里斯蒂说出了一个好消息，新来的救护车上带着便携式超声检测仪，他要黑哥告诉法蒂玛医生，可以来诊所检查一下宝宝。
黑哥听后迫不及待地赶到了群居屋，却发现儿子两人似乎有心事，但爱丽丝不肯说出原因，他只好将遗弃的事情告诉了两人。随后三人准备前往诊所，临走之前，小黑给法蒂玛拍下了一张照片。克里斯蒂开始为法蒂玛检查，可他却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事，两人的表情让三人察觉到了不对。黑哥询问怎么了，克里斯蒂通过仪器再次确认之后，他表示法蒂玛并没有怀孕，然而这根本不可能啊！法蒂玛变得异常的激动。见此情况，爱丽丝决定告诉几人一个秘密。 Tell us what? 小黑正在整理照片，他突然在法蒂玛的照片里看到了那个诡异的女人。 I can save you. I can save all of you. I can help you go back home. 进屋的同伴将小黑拉回了现实，他则是在思考女人究竟要自己帮他干什么。塔比莎听取了金姐的建议，回到家中好好陪伴伊森。可就在两人谈话之时，他突然听到楼上传来了声响。在得知楼上并没有人后，塔比莎小心翼翼地走上去查看，这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恐惧无助的他被儿子的呼喊声叫醒，起身之后就发现孩子们已经消失。惊魂未定的塔比莎带着伊森来到了杰德的屋内，表示两人可以帮忙解开谜题。在杰德得知塔比莎再次看到了孩子们后，他要伊森自己先玩一会，接着便开始安抚起了塔比莎。杰德认为孩子们不会伤害他，毕竟他们还需要塔比莎拯救。然而没等塔比莎开口，他就被桌上的涂鸦震惊的愣住。 What is this? 杰德表示这是湖边小屋周围的图腾，或许具有保护性。可塔比莎却说出了奇怪的话。 Did you see 3 red stones, big ones, in a circle? 杰德不明白没去过湖边的塔比莎怎么会知道那里的情况。塔比莎解释，当自己还是个小女孩时，她会一遍又一遍地做同一个噩梦。 It wasn't just Miranda. I saw this place too, but I just didn't know.